很多花友家里的盆栽养了一段时间后，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明明水也浇了，肥也施了，太阳也晒了，但这花草就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，新叶子不长，老叶子发黄，整盆植物显得无精打采，甚至有些原本应该开花的植物，花苞刚冒头就掉了，或者是根本就不分化花芽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是不是肥料不够，于是就拼命的往里面灌化肥，什么氮磷钾复合肥轮番上阵，结果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第二天发现叶子边缘焦黑，直接烂根给你看。其实这根本不是缺肥的问题，而是你的土壤生病了。植物的根系在土里没法呼吸，就像人被掐住了脖子，你给它吃再多补品，它也咽不下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养花界的万能神物，它被称作是有机肥里的黄金，只要撒上一把，不管你原来盆里的土有多硬多板结，都能立马变得疏松透气。这一招对于那些看起来半死不活的植物特别有效，这就是蚯蚓粪。咱们先别听到粪这个字就皱眉头，觉得又脏又臭。真正的蚯蚓粪跟你印象中那种臭烘烘的鸡粪、猪粪完全是两码事。你去闻一下，成熟的蚯蚓粪不仅没有一点异味，反而只有一种淡淡的泥土清香，手感摸起来就像是茶叶渣或者细碎的黑色团块，非常干爽卫生。为什么说它是养花的神物？因为它是大自然最精妙的转换器。蚯蚓吃进去的是落叶、稻草、泥土这些含有丰富有机质的东西，经过它肚子里的消化系统和各种消化酶、微生物充分混合发酵，最后排出来的这些黑色小颗粒，就是集结了天地精华的天然团粒结构。在台湾的很多资深花农或者专业的育苗场，如果你去参观，会发现他们配土的时候，除了泥炭土、珍珠岩，一定会加一定比例的蚯蚓粪，这几乎是不传之秘。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，为什么植物生长缓慢，蚯蚓粪能解决。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土壤的物理结构问题。很多新手花友养花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土。刚买回来的花，或者自己去楼下花园挖的原土，刚开始可能还行，但过了3个月、半年，因为我们长期浇自来水，水里的氯气和各种矿物质沉积，加上如果平时用了化肥，土壤里的团粒结构被破坏，土就会变得像石块一样硬。你浇水的时候会发现水哗的一下全从盆边流走了，土表看着是湿的，但其实里面还是干的，这就叫半结水。或者是水浇下去半天渗不下去，积在表面，这就是土壤板结不透气。植物的根系是需要呼吸的，它不仅仅是吸水吸肥，根细胞的有氧呼吸是根系生长的动力。土太硬，根扎不下去，氧气进不来，根系就会窒息腐烂，这时候蚯蚓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蚯蚓粪具有极佳的团粒结构。什么叫团粒结构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无数个微小的海绵球，这些小颗粒之间有空隙，既能保水又能透气。当你把蚯蚓粪拌进土里，或者是撒在盆土表面，随着浇水，这些细小的颗粒会慢慢融入土壤，它们就像一个个微型的骨架，把原本粘连在一起的土壤微粒给撑开。这就像是给板结的土壤做了一次松骨按摩，让空气能够顺畅的进入到根系所在的区域。空气进去了，根系的呼吸作用加强了，新根就能快速萌发。俗话说，养花先养根，根系强大了，上面的枝叶自然就蹭蹭往上长。再来谈谈它的化学性质和营养成分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很多花友把花养死，十有八九是肥害，用了没发酵好的羊粪、鸡粪，或者化肥浓度没掌握好，直接就把根烧坏了。但蚯蚓粪被称为温性肥料之王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绝对的安全。哪怕你直接把植物种在纯的蚯蚓粪里，它都不会烧根。这是因为蚯蚓粪里的营养成分是缓释的，而且经过了蚯蚓体内特殊的消化过程，处于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。它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、磷、钾这3种大量元素，虽然它的含量可能不如高浓度的化学复合肥那么吓人，但它的优势在于全面和易吸收。除了氮磷钾，它还含有铁、锰、锌、
铜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。这些微量元素就像是我们人吃的维他命，虽然需求量不大，但缺了它，植物就会出现黄叶、卷叶、掉花苞等各种怪病。更神奇的是，蚯蚓粪里还有大量的腐殖酸。腐殖酸这个东西在园艺界可是个宝，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生长调节剂，能够刺激植物根系的分裂和生长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移盆或者根系受损的植物，腐殖酸能像神药一样促进白花花的新根长出来。同时，腐殖酸还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花卉，像是栀子花、茉莉花、茶花、杜鹃，它们是喜欢酸性土壤的。而在北方或者一些水质偏碱性的地区，养着养着土就碱化了，叶子发黄。蚯蚓粪呈中性偏酸，而且具有很强的缓冲能力，它能把过酸或者过碱的土壤调节到一个适合植物生长的范围，这就等于给植物提供了一个恒温恒湿且酸碱适宜的5星级饭店环境。也许你会问，那这蚯蚓粪到底该怎么用呢？其实用法非常灵活，这也是它适合懒人养花的一个原因。第一种方法是作为基肥，也就是我们在给花换盆，或者是刚买回来的小苗上盆的时候，你可以在配置好的培养土里，按照1:3或者1:4的比例混入蚯蚓粪。比如说3份的泥炭土加1份的蚯蚓粪，再加一点珍珠岩增加透气性。这样配出来的土既疏松透气，又有长效的肥力，基本上管个半年、1年不用施肥，植物都能长得很好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根系比较弱、比较敏感的植物，像是兰花、君子兰或者是多肉植物，用这种配土方式扶盆特别快，烂根的几率会大大降低。第二种方法是追肥，也就是我们题目里说的撒一把。对于那些已经种在盆里，暂时不想换盆，或者是地栽的花卉，你可以直接抓一把蚯蚓粪，均匀的撒在盆土表面，然后用小铲子稍微松一下土，把它埋进去一点点，或者直接撒在表面也行，然后浇透水。随着每次浇水，蚯蚓粪里的营养物质和有益菌就会慢慢渗透下去，滋养根系。而且撒在土表还有一个好处，它能形成一个保护层，减少水分的蒸发，夏天能保水，冬天能保温。对于那些特别吃肥的植物，比如玫瑰、绣球花，你可以每隔半个月就撒上一把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把花肥死，它就是这么温和。还有一种比较进阶的用法，叫做蚯蚓茶，这可不是给人喝的，是给花喝的神仙水。做法也很简单，找一个保特瓶或者水桶，把蚯蚓粪和水按照1:10或者1:20的比例混合，搅拌均匀，放在太阳底下晒个1-2天。这时候蚯蚓粪里的营养和微生物就全都溶解在水里了。你把上面的清液倒出来，直接灌根，或者装在喷瓶里喷叶子。这种液体肥吸收速度极快。我们再来深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市面上那么多肥料？我独推蚯蚓粪给家庭养花的朋友。现在的养花环境大多是在室内的阳台或者封闭的客厅，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那些有异味、不卫生的肥料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在客厅用了没发酵好的豆饼水或者鱼肠水，那个味道几天都散不掉，甚至会招来小黑飞、蛆虫，家里人肯定要抗议。而化学肥料虽然干净，但长期使用会导致土壤盐渍化，盆土表面会泛起一层白霜，那就是盐分积累的表现，这对植物根系的损伤是不可逆的。蚯蚓粪完美的平衡了这两者的矛盾，既有有机肥改良土壤、肥效持久的优点，又有化肥干净卫生、使用方便的特点。它就像是土壤的清道夫和补给站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蚯蚓粪对于多肉植物的养护有着奇效。现在台湾养多肉的朋友非常多，大家都追求那种胖嘟嘟、颜色鲜艳的状态。多肉植物最怕什么？最怕积水烂根。用了蚯蚓粪拌土，土壤的颗粒度增加了，排水性变好了，多肉的根系就能长得非常壮实。而且蚯蚓粪里的微量元素能促进多肉上色，让你养出来的多肉不再是绿油油的大白菜，而是呈现出果冻般的质感。对于那些开花植物，比如九重葛、长寿花，
在花期前撒上2把蚯蚓粪，配合着磷酸二氢钾使用，你会发现花苞冒的比平时多得多，而且花期也能延长不少，花朵的颜色也会更加艳丽。再来说说那些对酸碱度特别敏感的花，比如栀子花、茉莉花，还有咱们台湾过年都要摆的杜鹃花。这些花最怕水土偏碱，一旦土壤碱化，铁元素就被锁住吸收不了，叶脉虽然是绿的，但叶肉发黄，这就是典型的缺铁性黄花病。很多人会去买硫酸亚铁来浇，但那个东西容易氧化，效果经常不稳定。其实蚯蚓粪就是最好的酸碱缓冲剂，它自带一种胶体性质，能把土壤维持在微酸性的状态。对于这些花，你可以每个月煮一壶蚯蚓茶，当然不用真煮，就是泡水，浓度稍微高一点，泡出来的水像浓茶一样的颜色，直接灌根。这比你用任何酸性调节剂都来得温和且持久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茉莉花开花量大，消耗快，用这种液体肥补充，既补水又补肥，花香都会浓郁好几个度。还有一类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观叶植物，像是龟背芋、琴叶榕、蔓绿榕这些热带雨林植物，它们对空气湿度和土壤透气性要求极高。如果土太粘，气生根扎不下去，叶子就长不大，还容易烂茎。养这类植物，我建议你在配土的时候，直接把蚯蚓粪当做一种颗粒介质来用。你可以用粗椰块、珍珠岩、泥炭土和蚯蚓粪，按照2:1:2:1的比例混合。蚯蚓粪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像活性炭一样，吸附土壤里多余的水分和有害物质，同时释放出一种植物喜欢的土腥味。这种味道其实是放现金的气味，能刺激植物的气生根快速生长。你会看到那些气生根疯狂的往土里钻，一旦抓住了土，上面的叶子就会像吹气球一样变大，开背也会开得特别漂亮。接下来我们要攻克一个最大的难题，就是姜苗。很多花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，花买回来或者刚换完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不死也不活，叶子也不长，芽也不冒，就像个塑胶花一样插在那里。这就是姜苗，通常是因为根系和新土没有结合好，或者是根系受损后产生了自我保护机制，休眠了。这时候千万不能施化肥，一施就死。这时候就是蚯蚓粪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你需要把盆土表面松一下，撒上一层厚厚的蚯蚓粪，然后用喷瓶把土面喷湿，接着找个大塑胶袋，把整个花盆连花一起罩起来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。这个塑胶袋制造了一个高湿度的微环境，而蚯蚓粪在湿润环境下会通过微生物活动产生微热和二氧化碳，这就像是给植物做了一个温室 SPA。大概闷个3-5天，你打开袋子，经常会惊喜的发现枝条上冒出了嫩绿的小芽点，这就是蚯蚓粪里的生物酶在起作用，它唤醒了植物沉睡的生长基因。当然，除了救命，蚯蚓粪在繁殖育苗上也是神一般的存在。我们平时扦插玫瑰、绣球花，或者是播种小青菜、番茄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基质带菌，导致插穗黑杆或者是小苗猝倒。很多专业的育苗基质虽然干净，但没有养分，小苗长出针叶后很容易营养不良。你可以尝试用纯蚯蚓粪或者1半质实1半蚯蚓粪来做扦插机制，因为蚯蚓粪里自带天然的抗生素和生根激素，插穗插进去，伤口不容易感染，愈合组织长得特别快。我做过对比实验，用蚯蚓粪扦插的绣球花，生根速度比用纯质实的要快1周左右，而且根系是那种爆发式的，一拔出来全是白花花的根。播种也是一样，种子发芽后，根系直接扎在肥料堆里，那是赢在起跑线上，小苗长得壮实，移栽的成活率几乎是100%。除了说到的泡水法，还有几个硬指标。首先是看颜色和质地，真正的蚯蚓粪不是那种纯黑的发亮的，那是染色的，而是自然的黑褐色，表面是不规则的。如果是那种机器造粒出来的圆溜溜的颗粒，那多半是加工过的有机肥，不是纯蚯蚓粪。其次是手感，真蚯蚓粪你用力捏，它是会粉碎的，而且手指上会留有一种细腻的油润感，但不会黏糊糊的洗不掉。
如果是假货，捏碎了全是沙子或者硬土块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看长不长草。纯度高的蚯蚓粪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因为经过了蚯蚓的消化，里面的杂草种子基本都被消化掉了，所以直接用它种花，很少会长杂草。如果你买回来的蚯蚓粪撒在盆里，过几天长出一堆不知名的小草，那说明这就是普通的堆肥土，根本没经过蚯蚓的肚子。我们再来聊聊蚯蚓粪在特殊植物上的应用，比如兰花。养兰花的朋友都知道，兰花是肉质根，最怕积水和细菌感染，所以大家都用树皮、兰石这些颗粒料来养。传统观念里，兰花是不能用泥土和粉状肥料的，容易堵塞气孔，造成烂根。但现在台湾很多兰花大师开始尝试用蚯蚓粪，不过用法很讲究，不是拌在植料里，而是用卤包袋，把蚯蚓粪装在无纺布的卤包袋里，放在兰花盆面上，平时浇水的时候浇在袋子上，这样肥料的汁液会慢慢渗下去，而粉末渣子被挡在袋子里，不会堵塞植料的空隙。这种方法养出来的兰花叶片宽厚墨绿，芦头特别大，来年发芽率极高。这其实就是利用了蚯蚓粪里的益生菌来改善兰盆里的小环境，抑制了导致兰花软腐病的病菌。对于那些家里有小菜园或者阳台种菜的朋友，蚯蚓粪更是提升蔬菜品质的秘密武器。现在大家种菜都怕重金属超标，而蚯蚓粪有一种神奇的能力，叫做钝化重金属。它的有机胶体能把土壤里游离的重金属离子包裹起来，让植物吸收不到。所以用蚯蚓粪改良过的土壤种出来的菜，不仅硝酸盐含量低，重金属含量也远低于安全标准，是真正的放心菜。特别是种番茄，最容易遇到起腐病，就是果子屁股发黑，那是缺钙引起的。虽然土里可能不缺钙，但植物吸收不到。蚯蚓粪里的微生物能把土壤里固化的钙溶解出来，搬运到植物体内，能有效预防各种缺素症。你种番茄的时候，定植坑里抓一把蚯蚓粪，比你喷什么钙肥都管用。还有一种非常有趣且高阶的玩法，叫蚯蚓塔。这是在比较大的花盆或者是地栽花园里用的。你可以找一根直径粗一点的 PVC 管子，上面钻很多小孔，把它竖着埋在土里，下半截埋进去，上半截露出来。然后把你家里的果皮、菜叶，甚至吃剩的米饭，加上一些红蚯蚓，直接扔进这个管子里，盖上盖子。蚯蚓会在管子里吃垃圾，产生蚯蚓粪，然后通过那些小孔钻到周围的土壤里去排泄，或者把蚯蚓粪推出来。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花盆或者是花园中心建了一个全自动的肥料工厂。蚯蚓在土里钻来钻去，不仅松了土，还把肥料直接送到了植物根系旁边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使用蚯蚓粪其实是在践行一种养护土壤微生态的理念。以前我们养花总是把土当成一个固定的容器，缺什么加什么，把植物当成工业产品。但实际上，土壤是一个活的生命体。蚯蚓粪之所以神奇，不是因为它里面的氮磷钾有多少，单纯比含量它连尿素的零头都不到。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带来了生命。它把千万年进化而来的土壤有益菌带进了你的花盆，让死土复活。当土壤活了，它就有了自我调节的能力，能抗旱，能抗涝，能缓冲酸碱，能分解毒素。这时候，植物生长就是一件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的事情，而不是靠我们拼命拔苗助长。很多花友问，既然蚯蚓粪这么好，有没有什么禁忌？能不能和化肥一起用？答案是可以的，而且效果甚至是1+1大于2。这就是所谓的无机有机相结合。在植物生长的爆发期，比如玫瑰出花苞的时候，单纯靠蚯蚓粪可能爆发力不够强，这时候你可以配合使用磷酸二氢钾或者花宝2号。因为蚯蚓粪改良了土壤结构，增加了土壤的缓冲性，这时候你施化肥利用率会更高，而且不容易产生肥害。化肥提供速效的能量，蚯蚓粪提供长效的后勤保障和土壤健康，两者搭配简直就是黄金搭档。但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把杀菌剂直接灌在蚯蚓粪里，比如广谱杀菌剂、杀菌药这些，它们是不分敌我的，
灌下去会把蚯蚓粪里的有益菌也杀个精光，那就把蚯蚓粪变成了普通的泥巴，得不偿失。如果植物真的病了需要灌根杀菌，请把施用蚯蚓粪的时间错开1周以上，等药效过了，再补充蚯蚓粪来恢复土壤菌群。